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讨8月的宇宙能量运势。随着8月8号能量门户的打开，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宇宙能量呢？对于每一个个体，在这个月当中应该如何应对来自于宇宙的变化呢？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将会通过接收讯息来传达宇宙想要告诉我们8月份我们的整体能量，以及在工作、财运和个人关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导，帮助你充分的利用这个月的能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8月份的整体能量。首先我们会看到，在8月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灵性大爆发的时期，会有很多的人在这个时间段觉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自己或是身边的人，如果你已经在觉醒的这条道路上了，可能你会遇到一些你周围的朋友之前是完全没有觉醒的，可是他们会跑来问你各种各样关于觉醒的话题，关于能量的一些问题。对于你自己来讲，你可能会经历很多的一些养生的症状，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有多次的提到。那在整个8月，随着888的 portal 的打开，那这个能量会邀请我们去表达我们内在很多的想法，一些我们真实的想法，去连接我们的上三轮，从我们的心轮、喉轮、眉心轮到顶轮。随着你的慢慢的去表达真实的你自己，去把自己的情绪去释放出来，这条路径它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它会变得越来越通畅，能够让你接收到直接来自于宇宙的能量。刚进入8月份，或者是在这个之前，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喉咙是卡卡的，喉咙的地方会比较的紧。那随着8月份的进入，你会越来越觉知到这个地方，你会越来越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或是有一些不敢表达，或者是没有办法真实说出自己想法的部分。你会随着这个月能量的进入，勇敢的去把它释放出来，去表达出来。有些朋友可能曾经很不愿意去拒绝别人，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或者是你会觉得能够自己去把它扛下来的就把它扛下来，但事实上我们的内心它是没有达到一个 align 的状态，没有达到一个合一，没有达到一个对齐的状态。所以当你是没有去拒绝或者是没有去 say no 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觉得你喉咙的部分它会变得比较的紧缩，那是因为你的内心的想法和你真实的外在的表达它是没有同步的。所以从身体的角度，它会让你感觉到你的喉咙的不适。那这个月来自于宇宙的讯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告诉你说，要勇敢的去把它表达出来。无论你内心在想什么，无论你内心那个真实的想法，去勇敢的去把它说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软弱的行为，尤其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常常会说，你为什么那么胆小，或者是你有什么好哭的，不允许哭。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觉得，原来哭或者是真实的表达情绪，那是一个比较胆小的行为，那是一个软弱的行为。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当我们能够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其实那个是需要勇气的，那个才是勇敢者的行为。所以在8月份，宇宙想要告诉我们的部分是，当我们能够去连接我们那个内在的自己，去把它真实的敞开来，你会发现你的上三轮
它的那条路径，它之前的那些阻碍，它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挪开，你会越来越能够接收到直接来自于宇宙的讯息。那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能量。那接下来我们会一起去看一看关于我们的整体的工作的部分，我们的财运部分，以及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会有哪一些讯息或是建议给到我们。关于8月我们的工作和事业的部分，整体来说，在整个8月我们的工作会是一个稳步向前的一个状态。整个8月的工作层面的能量是稳稳的继续向前走就好。那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个对于自我的要求非常的高，会希望能够比现在做得更好，或是比任何时期的自己做得更加的好。那宇宙想要告诉你，去看到自己的努力，看到自己的成就，去肯定你自己，去认可你自己，允许自己放松，去到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压力的地方，去释放自己，去给自己做一个舒缓的动作，去疗愈你自己，允许自己去卸下身上的重担，放下身上的压力，离开快节奏的环境，去休息一下，去放松一下。有的时候事情可能会一股脑的一起扑面而来，那宇宙想要告诉你的是，你身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那这份担子，它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在。你希望把事情尽善尽美的做到最好，但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给到自己一些允许自己去放下这些沉重的重担，允许自己去放掉一些责任和压力。有一些责任可能并不是你必须要去承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整体的能量要学会 say no。 有些时候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再承担某一些工作的部分的话，要去勇敢的去表达出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份不完美。对于某一些朋友来讲，8月份你可能会离开你现在所在的工作环境，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可能是换工作，也可能是换一个部门。但是那个部门可能跟你现在所在的这个部门会有比较远的一些的距离，你会离开现在所在的这个工作场合。那我其实会看到有一些朋友现在的这个工作场合对你来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工作环境。对于你自身的内在，它会有一种内耗的部分存在，所以远离现在的工作环境对你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好的选择。那只是说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学会去释放不必要的重担去压到自己的身上。那对于一些自我创业的朋友来讲，如果说你刚开始要创业，我会看到在8月份你其实起步它是稳稳的，它是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很稳扎稳打的状态。考验你的部分是需要有耐心，很多事情它并不是立刻马上就能够看到最终的成果，所以你需要给到自己一定的时间和耐心，去让事件呈现出来，去让你的成果慢慢的去显现出来。也是同样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个压力是自己给到自己的，你完全有选择的权利去放下内心的那股包袱。有时候当你感觉到压力非常大的时候，离开那个现场，去转换一下环境，哪怕只是深呼吸，去郊外放松一下，都能够让你转换一下那个心情，去释放一些压力。那这个就是我看到的在8月份我们工作层面上面的一个大体的能量。好，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关于我们的财富运势，在8月份会迎来一些什么样的讯息和指引。
在8月的初期，会有一些朋友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那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其实更多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害怕和担心，害怕不够。那其实宇宙是想要告诉你，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缺乏，只是你以为我快要不够了。那打个比方说，其实你的账户里面它是有存款的，只是你可能在8月初期的时候，你没有更多的进账的时候，你只是一直在花出去的时候，那当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你就会感觉到心里的那份紧张感，是这份紧张感给你带来了那份缺乏感，让你感觉到你自己不足够。但事实上，宇宙是想要告诉你，你其实并不缺乏。那来到了8月中旬，那8月中旬的这个能量，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中旬，你就会有一些新的赚钱的机会，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 idea。那在8月的中旬，你会遇到贵人，那这个贵人他会带领你去寻找一些新的赚钱的方向，会给到你一些启发。那这个贵人他并不一定是指一个人，有可能你是在听一个视频，或者在听一个讲座，那听一些书籍之类的，那这些讯息能够带给你一些赚钱的一些想法和机会。所以在8月中旬，你会有一些新的开始，新的一些创意的一些部分，让你能够给你的未来带来财富。那到了8月下旬的时候，你的财运它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对于一些朋友来讲，这个平稳的状态它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有一点是不温不火，你如果说是急于求财的话，它并没有来得很快，它会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和增长。那像前面8月中旬你获得的那个启示，或者是那些新的想法所开辟出来的那条新的路，它的那个结果，它的收入的部分，你会需要一阵子才能够看到它最终的那个结果，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对，那这个是我们在财富运势方面的一些讯息。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关于我们在个人的人际关系各方面，在8月会迎来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讯息和指引。那在人际关系层面，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关系方面，在8月份的初期，你会去建立一些新的人际关系，你会主动的去和别人沟通，去和别人交流，尤其是你会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会议啦，或者一些聚会啦，你会成为那个会场里面的那个比较受关注的人，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你会去结交一些新的伙伴、新的朋友。那此外的话，在8月初期，在你的人际关系层面上，在工作场合里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给到你一些新的工作机会的人，一个领导或者是上司。那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是跟你是直接的上下属的关系，他可能会给到你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方向，去辅助你，去协助你，去在工作的层面上带领你继续的进步，继续的成长。那在8月的中旬，我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或者是去一些学校去做一些进修。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朋友、新的机会、新的一些伙伴。另外，在8月中旬，有一些朋友会开始去连接你的高我，或者是一些你的守护天使，或者是你会收到一些讯息，去得到一些指引。就像我们的隐形的小伙伴一样。那到了8月下旬，最主要的一个关系的层面是跟我们自己的关系。
像我前面讲的，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内耗，所以到了8月下旬，你和自己的关系它开始更加的明显，更加的需要你去关注，需要你去看到，需要你去做一个疗愈或者是觉察。你会更加的明白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较劲，或者是过不去。你会去做一个释放的动作，去肯定自己，去接纳自己，去爱自己。对，那这个是在人际关系层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我们的感情的部分，8月份我们会迎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感情的讯息和能量。那对于单身的朋友，在8月份你会遇到一些人，尤其是当你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些培训，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课程啊，或者是你去参加一些集体的场合，你会在那个场合里面遇到一些人。那这些人他会是什么样子？他如果说对方是一个男生，他非常的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他温文儒雅，他非常的 gentleman， 他很有冲劲，很有爆发力，他很热情。那对方如果说是一个女生的话，那个女生她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女生，但是她散发出来的气质会让你感觉到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她非常的温柔，淡淡的，可是有那股天然的能量来吸引你。那在8月份，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子的人，我会请你稍微去留意一下，先去沟通，先去交流一下，因为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你最终的灵魂伴侣。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他让你非常的心动，可是当你去交往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这段关系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对于现在已经在一段关系当中的朋友来讲，8月份你会看到对方的一些真实的样子，也就是说，你本来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和他真实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你原本认识的这个人，他可能在你的面前表现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有想法，有力量，但事实上在这些表面的下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一些比较没有自信，比较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跟你原本以为的那个样子是有一定的出入的。那其实这个是考验你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阶段。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你要怎么样去协助，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跟对方去沟通，去交流。那可能8月份你们之间的一些沟通和交流会让你产生一个你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去跟这个人对话。你会选择更多的是沉默，更多的是和自己待在一起。另外有一些朋友的关系，其实我想要用有毒这个词来形容。你们的关系有毒，就是你明知道你们在关系里面有一定的无解的问题，但是你又离不开这段关系，你又逃不掉这段关系。可能一阵子你会觉得我就离开好了，但是没过多久你又回去这段关系里面。所以这段关系它会给到你一种想要放掉，可是又舍不得放掉，又很无奈，不知道这些问题是要怎么样去解决，因为可能它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它会产生一个不停的反复的过程，不停的让你去看到的过程。那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不停的看到，其实是在看到你自己。我们讲所有的关系，它都是一面镜子。对方无论去做什么，或者是你看到对方的不足也好，或者是你们之间有任何的一些
好的坏的对的与错的，其实那个都是你自身的一个镜子在告诉你你自己发生了什么。所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做一些调整，去做一些改变，你的外在它同样的会做出调整和改变。对，那这个就是在情感的部分我看到的一些讯息。接下来我可能会想要来聊一聊关于跟我们灵性成长相关的部分，因为就像我前面讲过的，8月份是对于灵性成长有很多的人开始觉醒了。那其实这个开始觉醒的浪潮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2020年就开始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那为什么说这个8月份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月份，是因为正好是888这个 portal 的打开，这个门户的打开，所以会引领更多的一些人去觉醒。加上我们来到了第5维度，所以会有很多的朋友写问题来跟我咨询说，那我的灵性成长的道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那我们一起借着这个今天的这个视频的机会来看一看我们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8月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8月份在灵性层面上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开始连接到一些高维的能量，高维的频率，比方说外星人啊、天狼星啊、大角星人啊，其他的一些维度的能量，你会直接听到一些讯息。其实这些能量它们本来就都存在，只是之前还没有那么清晰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接收到。那现在你会越来越清晰的听到，或是看到，或者是感知到这些能量的存在，能够去接收到他们想要给你传递的一些讯息。然后你的灵性的向导者，他们会直接给到你一些方向，给到你一些讯号。那这个是你需要去做一些观察的部分。那这个观察你可能比如说对你来讲一些比较不常见的信号，每个人不同哈。那有些人可能是数字，那有些人可能是某一个物品，都有可能。你可能是需要去观察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讯号给到你。有很多朋友在8月份，你内在的那盏灯它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晰，去帮你照亮前方的道路。而且你会开启你本身内在的那个你讲的spiritual gift， 你的灵性礼物会打开，你的一些灵性能力会打开。那有一些朋友你会开始走上你的使命的道路，你会接受到一些呼召，你会听到一些就是讯息，可能你之前你会觉得我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之前会抗拒的某一些事情，但偏偏那条路它就是你要去走的路，你会被引领上开始去走你真正要去走的那条路。所以8月份会有很多人的生活它开始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动，比较大的转变。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对于你自己来讲也好，还是对于你周围的朋友来讲也好，会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比方说搬家啦，比方说换工作啦，或者是在关系里面结束一段关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这些都算，就是有比较大的转变。有些人可能经历的不只是一件事情，同时间比方说又是搬家又是换工作，整个生活的格局都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一些你们的故事，我每一条评论都会看。对，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那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想要跟我聊的，都可以
私讯我，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我都有看。对，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期见咯，拜拜。